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座城市的消亡。这座城市曾经是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的都市之一，被称为东方之珠，被无数人视为亚洲奇迹的缩影。然而就在短短几年之间，它的自由被连根拔起，它的法治被彻底粉碎，它的人民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迫流亡海外。它叫做香港。而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最残酷的政治实验，一场700多万人被迫亲身经历的噩梦。你以为这是危言耸听？那我们就用事实来说话。2026年3月，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发布了最新一份全球自由度报告，标题叫做日益加深的专制阴影。报告显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第20年出现倒退。而在这份报告中，香港的政治权利评分是多少？0分。没错，你没有听错，满分40分的政治权利项目，香港拿到的是一个圆滚滚的鸭蛋，它的总评分只有41分，跟黎巴嫩和马尔代夫排在一起。与此同时，同一份报告里，台湾以93分稳居自由行列，在亚洲排名仅次于日本的96分。一个海峡的距离，一边是自由，一边是牢笼。这就是所谓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交出的成绩单。而就在这份报告发布前不到1个月，2026年2月9日，香港西九龙法院宣判了一个惊天案件：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被判入狱20年。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办了一份批评政府的报纸，因为接受了几次外国媒体的访问，因为写了几篇批评中共的文章，被判了20年。人权观察组织直接说了，考虑到他的年龄，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死刑判决，他极有可能在赤柱监狱里走完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可是要理解香港今天的处境，我们必须回到最开始，回到那个充满希望也充满谎言的起点。1984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份被登记在联合国的国际条约白纸黑字写明，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将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50年不变。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香港保留原有的立法权、行政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简单说就是，你们共产党管你们的，我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我们的自由不变，我们的法治不变。马照跑，舞照跳，鼓照吵，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在这里特别给回归2个字加了引号，因为很多香港人后来才醒悟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回归，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吞并。但在最初的10年里，北京确实表现得很克制，马照跑，舞照跳，好像一切岁月静好，大部分香港人安安稳稳过日子，投票给民主党，享受着亚洲金融中心的繁华。中共摆出了一副文明绅士的面孔，似乎真的打算信守承诺。然而暗地里，一场被称为白蚁政策的渗透工程早已悄悄展开。根据流亡海外的香港政治人物和学者的披露，中共在回归之初就开始大量安插自己的人进入香港的各个层面，政党、政府部门、警察系统、学校、媒体、商界，这些白蚁不动声色地啃食住香港制度的根基，如同病毒潜伏在宿主体内，等待着免疫系统崩溃的那一天，然后一举爆发。第一个重大转捩点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北京指示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立法。这部法律如果通过，将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打压意见者，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消息一出，50万香港人在7月1日走上街头抗议。50万，要知道香港当时总人口才600多万，这相当于每12个人里就有1个人上街。酷暑之下，人龙绵延数公里，从维多利亚公园一直延伸到中环。这是自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也是香港人第一次集体向北京说不。最终港府被迫撤回法案，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辞职，几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倒戈。香港人赢了第一场战役，但中共是什么样的政权？他会忘记吗？他会原谅吗？当然不会，他只会记住，然后等待机会报复。从那以后，北京开始加速收紧对香港的控制。2011年前后，局势开始显著恶化。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意识到，所谓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中共开始公然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操纵选举，
限制政治改革空间，封杀真普选的任何可能性。年轻一代看清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温和路线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开始走上更加直接的抗争道路。一种叫做本土主义的政治思潮开始崛起，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打转，而是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香港的命运到底该由谁来决定？2014年，转捩点再次轰然到来。这一年的8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70票全票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一个由亲北京人士把持的提名委员会筛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香港人可以投票没错，但是你们能投给谁，得由我们来定。想选一个真正代表你们利益的人，门都没有。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必须获得提委会半数以上委员支持。而这个提委会是什么构成？绝大多数是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简单说，这就是一场真投票假选择的把戏。你去超市买东西，货架上看似琳琅满目，但所有商品都是同一家工厂生产的。这就是北京给香港人的所谓普选方案。消息传出，香港沸腾了，学生组织率先发动罢课，然后9月26日晚间，示威者试图重夺被围栏封锁的公民广场，揭开了一场史诗级抗争的序幕。9月28日傍晚，防暴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甚至一度举起开枪警告的红旗。催泪烟雾弥漫金钟街头，但示威者没有退缩，反而撑起了雨伞。这一幕被全世界的摄影机捕捉到，传遍了全球的新闻头条。这场运动因此被称为雨伞革命。占领持续了79天，金钟、旺角、铜锣湾的街道上搭起了帐篷和路障，形成了一个个临时的民主据点。根据中文大学的民调，超过 20%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与占领行动。经推算，整场运动的参与人数约120万，占全港人口的1/6。然而雨伞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示威者的所有诉求被全部拒绝，占领区被清场，大量参与者被秋后算账。但这场运动并非毫无意义，它催生了大量年轻的政治新力量，包括青年新政、香港众志等组织，播下了日后更大抗争的种子。雨伞运动之后，中港矛盾不断加深。2016年的鱼蛋革命，本土派与警方在旺角爆发激烈冲突。同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多个伞后组织的候选人成功当选，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然而北京的回应是更加强硬的打压，取消当选议员的资格，逮捕社运领袖，禁止主张港独的组织。香港的政治空间一步一步被压缩，如同一间不断缩小的房间，墙壁越来越近，空气越来越稀薄。然后来到了2019年，那个彻底改变一切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一名香港年轻人在台湾杀害了女友之后逃回香港。由于港台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港府无法将他移送台湾受审。港府借题发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声称是要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但修订草案的范围不仅限于台湾，更包括了中国大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身在香港的人，无论你是香港居民、外国商人还是过境旅客，都可能被移送到中国大陆接受审判。而中国大陆的司法系统是什么水平？定罪率超过 99%， 律师会见当事人受到严格限制，酷刑逼供屡禁不止，维权律师本身就是被打压的对象。有媒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报道称，港府推动修例其实是受北京授意，起因是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让北京在管辖权问题上吃了大亏，于是想在香港掌握类似的法律筹码，把在香港的外国人当作谈判棋子。港府否认了这些说法，但不管真相到底如何，这条修订草案一经提出，就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6月9日，103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修例。103万是什么概念？那是香港总人口的1/7。想象一下，台湾如果有330万人同时上街游行，那是什么场面？然而港府完全无视这一切，宣布如期进行二读。6月12日，大批市民包围立法会阻止二读，警方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进行暴力驱散，多人受伤。6月15日，
一名叫梁凌杰的年轻人穿着黄色雨衣，爬上金钟太古广场的高处。他的雨衣背面写着“临政沙岗黑警冷血”，并挂起了反送中的横额。当晚9时许，他坠落身亡。这是反修例运动中第一个牺牲的生命，震撼了整个香港社会。次日，6月16日，20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200万，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几乎每4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站了出来。游行队伍绵延数十公里，从下午一直走到深夜。然而，即便面对200万人的怒吼，港府的回应依然令人齿冷。林郑月娥仅仅发了一份新闻稿表示道歉，但拒绝撤回修例，拒绝回应任何诉求。从那以后，抗争全面升级。示威者提出了5大诉求，缺一不可：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察暴力，以及实现双普选。没有一条得到正面回应。这场运动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它是无领袖的，没有一个组织在指挥，没有一个人在发号施令。示威者在网络论坛上讨论策略，在即时通讯软体里传递资讯，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下一步行动。他们的策略被称为如水，灵感来自李小龙的名言 Be Water， 像水一样流动，遇到阻碍就绕开，找到缺口就涌入。警察封锁了这条路，他们就转去另一条路。地铁被关闭了，他们就步行穿越整个城市。这种去中心化的抗争方式让当局非常头痛，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头目可以抓起来就能结束一切。运动期间，香港的联农墙遍地开花，几乎每个社区、每个天桥、每个隧道都有人贴上5颜6色的便利贴，写满了心声和诉求。有人写香港人加油，有人写我们不是暴民，有人写回家路上小心，也有人写上已故示威者的名字和纪念词。这些联农墙被撕了又贴，贴了又撕，反反复复，如同一场永不停歇的沉默对话。7月1日，部分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在议事厅墙上喷上抗争诉求，宣读了香港人抗争宣言。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白衣人暴力袭击事件。大批疑似有组织的白衣人在车站内无差别攻击市民，用藤条和铁棍殴打乘客，不分男女老幼。而警方在事发后整整39分钟才到达现场，引发全港愤怒。不少市民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与警方配合的暴力行动。8月份，冲突进一步白热化，一名女性示威者疑似被布袋弹射中右眼，导致永久失明，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数千市民占领香港国际机场举行警察还眼集会，导致航班大面积取消，机场被占领了2天。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香港，国际社会终于无法再忽视这场风暴。9月4日，在运动持续了近3个月之后，林郑月娥终于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但为时已晚，远远太晚了。运动早已超越了单一的修例议题，演变成一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反抗威权统治的全面抗争。街头冲突持续数月不断。11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先后成为战场。理大围城持续了整整13天，上千名学生被困在校园内，警方在4周设置封锁线，使用催泪弹和水炮车进行围困。有学生试图从下水道逃离，有人用绳索从天桥垂降，场面如同战争片。而这一切发生在一座号称亚洲最安全的城市里。在这场持续半年多的抗争中，据统计，有超过9000人被捕，其中超过2600人被正式检控。被捕者的年龄跨度令人心惊，最小的只有11岁，最大的84岁。催泪弹、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水炮车，各种镇压武器被轮番使用。根据医疗志愿者的记录，数以百计的人在冲突中受伤，有人永久失明，有人骨折，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些无法得到解释的失踪和死亡案例，包括多名年轻人被发现浮尸海中或从高处坠亡，家属质疑死因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经济方面，这场风暴对香港的打击同样巨大，零售业和旅游业首当其冲，游客数量骤降，商铺关门，酒店退订潮涌现。香港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在2019年第3季度出现负增长，正式进入技术性衰退。
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财政司长陈茂波警告说，抗议活动正在损害经济元气，但对于街头上那些冒着催泪烟前行的年轻人来说，经济数字远不如自由和尊严重要。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如果我们有自由，我们什么都可以重新建造；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再多的繁荣也不过是镀金的牢笼。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成为另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创纪录的 71.2% 的投票率下，民主派以压倒性优势拿下了全港18区区议会中17区的控制权，获得超过80%的议席。这是香港人用选票向北京发出的最响亮的怒吼，证明绝大多数市民站在抗争者这一边。然而北京听到这声怒吼之后做了什么？他决定连选票这条路也给你堵死。2020年6月30日深夜11时，北京直接绕过香港立法会，以全国性法律的形式在香港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这部法律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连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都没有看过法律全文，整个立法过程对香港社会完全不透明。法律在同一天深夜宣布生效，香港人甚至来不及知道具体内容就已经被约束了。国安法规定了4类犯罪：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外国势力，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更令人惊骇的是，控方可以主张法律追溯到生效之前的行为。北京还设立了驻港国安公署，直接在香港执法，不受香港任何机构的管辖。国安法一出，香港一夜变天，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自由，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犯罪。喊一句口号可以被控煽动，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段文字可以被控颠覆，接受外国记者访问可以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甚至在法庭的旁听席上鼓掌都可以惹上麻烦。首先倒下的是媒体，苹果日报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独立报纸之一，也是中共的眼中钉。他的创办人黎智英长期在报纸上和他的节目中批评北京，中共官媒称他为祸港四人帮之首、反中乱港首恶分子、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和马前卒。2020年8月10日，约200名警察突袭搜查一传媒总部，带走了大量新闻材料，逮捕了黎智英和多名高层。此后苹果日报的资产被冻结，报社陷入财务困境。2021年6月，苹果日报被迫出版最后一期。那天深夜，数十万香港人在雨中排队购买，很多报摊凌晨4、5点就排起了长龙。最终那一期印了100万份，创下了报社历史记录。人们知道这是最后一份了，他们想留下一个纪念，留下一份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政务。当天一传媒大楼外面，数百名市民聚集声援，楼里的员工在窗口挥舞手机灯光回应，那是香港新闻自由最后的灯火。同年12月，另一家重要独立媒体立场新闻也在遭到搜查和逮捕之后被迫关闭。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至少14家独立媒体被关闭或自行解散，记者被逮捕，编辑被起诉，连记者协会都遭到政府的骚扰。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代表在2024年试图前往香港旁听黎智英案的审讯，竟然被拒绝入境，在机场被扣查了6个小时。新闻自由，这个曾经让香港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就这样轰然倒塌。然后是政治清洗。2021年1月6日，警方以参与2020年民主派初选为由，发动了国安法生效以来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在全港多处同时出击，一口气抓了53人，其中47人被正式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就是震惊世界的47人案。这些人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他们组织和参与了一场民间初选投票。对，就这么简单。民主派为了在立法会选举中更好地协调候选人，在社区里办了一场初选，让市民投票，超过60万市民参加了投票。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这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政治活动，但在国安法的香港，这被定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提堂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荒诞剧，4天4夜，法庭连续开庭超过35小时处理保释程序。第一天从上午一直开到凌晨2点半，期间至少有8名被告身体不适送医。绝大部分被告被以不信纳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为由拒绝保释，等同于未审先判。有些人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超过3年。2024年，
法院对45名被告作出判决，全部定罪。戴耀廷被判10年，是最重的一个，其他人的刑期从4年2个月到7年9个月不等。有些被告在判刑当天已经服刑超过刑期，理论上可以出狱。然而国安法还有一个致命的条款，涉及国安案件的囚犯必须获得惩教署署长信纳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才能获得行为良好的1/3减刑。部分被告在判刑后收到通知，不获减刑，必须服满整个刑期。你坐完了牢，但政府说你的思想还是危险的，所以你要继续做。而最重磅也最令国际社会震动的案件就是黎智英案。黎智英案的审讯历时156天，是香港历史上最漫长的国安审判之一。2025年12月15日，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裁定，黎智英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1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全部成立。长达855页的判词称他是案中主脑，认定他有意识地利用苹果日报及其个人影响力，持续发动不同活动，以削弱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法官声称，他们看到的推论是黎智英唯一意图是寻求中共倒台。2026年2月9日上午10时，西九龙法院正式宣判，法官杜立兵仅用了大约5分钟就宣读了判决结果，黎智英3项罪名成立，判囚20年，与他之前因欺诈罪被判的5年9个月分期执行，实际加囚18年。这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刑罚。判决前的场面本身就是一部荒诞剧，旁听者需要在法庭外露宿数天排队，排队的人被要求接受警方登记身份，离开如厕想返回队伍的人被视为无记录拒绝入内。判决当天，所有进入法庭的人被搜身，一名排了4天队的女子仅因为身上带着一个印有苹果日报标志的钥匙扣，就被带上了警车。法庭外的媒体被限制在狭小的采访区内，只能在1米距离内进行采访。判决宣布后，旁听席上有人站起来举手欢呼，喊了一声好呀，立即被赶离法庭。黎智英的太太李运琴在走廊里看到有人在哭泣，上前拥抱。那些曾经在苹果日报工作的老员工们告诉记者，虽然大家对结果心里有数，但还是想来见他最后一面。也有热心市民自费购买了整箱新鲜苹果，想分发给排队的人，用这种不能明说的方式表达那些在当今香港已经不敢说出口的心意。欧盟对外事务部强烈谴责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判决，呼吁立即且无条件释放黎智英。英国外交大臣也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香港任意拘留政治犯的频率堪比委内瑞拉或缅甸，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权观察的亚洲区主任直接称这是一场残酷的司法闹剧。中共残酷对待黎智英的目的是让所有胆敢批评中共的人晋升。美国总统川普在2025年8月也公开表示，他已经向北京提出释放黎智英的问题，说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然而黎智英至今仍然在狱中。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的报告显示了更加触目惊心的数字。截至2024年底，香港已有将近1920名政治犯，123人因国安相关罪名被判刑，平均刑期超过5年。其中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定罪的有48人，竟然比中国大陆的40人还多。一座700多万人的城市，在颠覆定罪人数上超过了14亿人口的国家。另外还有43人因煽动罪被判刑，包括记者、儿童绘本作者，甚至在法庭上为被告鼓掌的旁听者。2025年2月20日，香港最后一个主要反对党也走向了终点。成立超过30年的民主党正式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央视新闻立刻以反中乱港组织民主党宣布解散为题进行了报道。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痛心地说，怎么可以相信香港没有民主党？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生追求民主回归，支持一国两制，从来没有主张过香港独立，只是盼望香港的民主能够垂范中国，带动大陆的政治改革。而如今结果证明，这不过是一场梦。评论人桑普用了一个比喻，就像一粒盐根本无法抵御不被一锅热水融化。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政治高压之下，香港人开始了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逃离。这场移民潮的规模
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那次不相上下，估计有至少30万香港人永久离开了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英国在2021年推出的 BNO 签证政策，成为最大的出逃通道。到2024年底，已经有超过21万宗申请获批，超过18万香港人经由这个渠道抵达英国。加拿大的救生艇计划也接收了大批港人，澳洲和台湾也是热门目的地。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选择以永久离港为由提取强积金，连退休金都不要了，只求赶快离开。离开的不是一般人，走的是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医生、护士、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IT 人才，中产家庭带着孩子，带着对未来的恐惧，也带着对自由的渴望，离开了这座他们深爱却已经认不出的城市。在英国，18万多名香港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中很多人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和舒适生活，来到一个语言和文化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从零开始。有医生到了英国，发现自己的专业资格不被承认，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有律师发现英国的法律体系与香港完全不同，需要重新考取执照。有人变卖了香港的房子套现离开，结果发现英国的生活成本也不低，但他们不后悔。一位移居伦敦的前记者对媒体说，在香港我可以赚更多钱，但在那里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那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然而移居之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2025年5月，英国首相施纪贤公布了新的移民政策白皮书，提出将永久居留的等待时间从5年延长到10年，还要提高英语能力要求。这个消息让很多移英港人感到恐慌，担心 BNO 签证持有人也会受到影响。毕竟当初很多人是基于5年后可以拿永居的预期才选择来英国的。在加拿大，救生艇计划也面临困境。由于申请积压严重，加拿大移民部估计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处理完所有的永居申请。有些在2023年之后才提交申请的港人，等待时间可能遥遥无期。有申请者表示，审批延长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规划，不敢随便离开加拿大探亲或旅游，因为害怕出境后回不来。在台湾，情况更加复杂。2025年6月，陆委会公布数据显示，反修例运动后获准在台湾定居的香港人不足1万人。多名在台湾的前香港政治人物公开批评民进党政府对港人不够友善，把所有香港人当成潜在的中共间谍，在审批过程中处处刁难，不承认香港人的专业执照和工作经验，结果导致大批原本选择台湾的港人被迫2次移民，转往欧美国家。这些漂泊在异乡的香港人就像失去了家园的候鸟，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教育界的数字最为惊人，从2020年到2023年，香港中小学合共流失了将近7万名学生，流失率连年攀升。有老牌名校的校长透露，某些年份学生流失率高达 10%， 幼稚园更是重灾区，大量学校因为收生不足而被迫停办。2024年就有14间学校在学期内或完结时停办。有幼教界人士直言，私立幼稚园以中产家庭为目标，但移民潮之下，学生少了一大截。港府为了填补人才流失的空缺，大举推出各种引才计划，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从2023年起的2年半间，通过各项人才计划抵港的人数高达43万人，其中22万是人才本人，21万是他们的受养人。但吊诡的是，同期香港的总人口不升反降，从2023年年中753万的历史高峰微降至2025年的752万左右，43万人进来了，人口反而少了。这些人去哪了？学者分析指出，很多人只是利用计划拿了香港身份，然后就离开了，真正留下来生活和工作的比例令人失望。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离开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带走了几十年的专业知识、国际网络和对法治自由的信仰，来的是外地人才，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认同。香港这座城市的灵魂正在被悄悄地替换。2024年3月，港府完成了21年前曾被50万人逼退的那件事。基本法第23条终于立法了，正式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一个已经没有真正反对派的立法会里，
这部法律轻轻松松地走完了所有程序。它在国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国安罪行的范围，创造了新的罪名。煽动罪的最高刑期从2年翻到7年，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的可以加到10年。新增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干预罪等罪名，等于在国安法这把刀上面再加一把更锋利的刀。2003年50万人的怒吼，如今看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梦。而在立法之外，北京还从制度上彻底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版图。202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大幅改变了立法会和选委会的构成方式。新制度的核心原则只有4个字：爱国者治港。什么叫爱国者？简单说就是北京认可的人。所有参选人都必须通过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核，而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不可以被法律挑战。换句话说，北京掌握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把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挡在选举门外。2021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充分证明了这套新制度的威力。在新制度下，民主派几乎全部被排斥在外，投票率暴跌至 30.2%， 创下历史新低。超过2/3的选民选择不去投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90个议席中，建制派几乎囊括所有席位，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到了2025年12月的第8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依然低迷。国际观察者普遍认为，在爱国者治港的框架下，香港的选举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性和代表性。自由之家的报告直接把香港的政治权力评分打了0分，理由之一就是这套被精心设计来排除反对派的选举制度。与此同时，北京的长臂管辖还伸向了海外。香港警方国安处先后对多名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悬赏港币100万元。被通缉的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社运人士黄台仰等。2025年7月，警方更进一步通缉了19名被指参与在海外成立香港议会的人士，指控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的罪行是什么？是在海外组织了一场模拟选举，试图让流散各地的香港人以民主方式表达政治意愿。在北京看来，哪怕是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权利的象征性选举，都是对政权的巨大威胁。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跨境打压正在蔓延到海外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报道指出，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的家属在香港被警察约谈，被要求提供其海外亲人的行踪和活动资讯。国安处还设立了举报热线，鼓励市民互相举报。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做法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监控意见人士家属的手段如出一辙。香港正在一步步走向和大陆一样的维稳体制。到了2026年初，第8届立法会的90名议员全部就任宣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监誓仪式上提醒议员们，要配合行政主导，要有大局观，要警惕那些表面上看似提出问题，实质动机是借意唱衰、搞分化、搞软对抗的人。翻译一下就是，你们都给我乖乖听话，谁敢质疑政府的政策，就是在搞软对抗。这样的议会与其说是民意机关，不如说是盖章机器。香港人有没有放弃？没有，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换了形式。30万人用脚投票选择离开，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控诉。在海外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持续为家乡发声。2025年2月，数千名港人、藏人和其他族群在伦敦示威，反对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虽然有示威者被警方拘捕，但一位被捕后获释的女子说了一句话，寄予港人不要害怕，也不要放弃发声。在多伦多，在雪梨，在纽约，在台北，每逢重要的纪念日，你都能看到香港人的身影。留在香港的人也在用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无声抗争。有人在法庭外排队4天，只为在旁听席上见被告一面。有人买了一箱苹果去法院外分发，用水果的名字来表达不能说出口的支持。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用暗语和隐喻来传递信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在一个高压社会里却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我们必须诚实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恐怕不太可能恢复它曾经拥有的自由。
中共已经用国安法和23条建立了一套严密到令人窒息的控制体系，反对派被清洗殆尽，独立媒体全部关闭，公民社会彻底瓦解，连一个为被告鼓掌的旁听者都要被追究。一国两制在承诺的50年到期之前20多年就已经名存实亡。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集权体制能够永远维持下去。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也没有人预料到。集权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必须依靠恐惧来维持统治，而恐惧是有保鲜期的。当人民的恐惧耗尽的那一天，就是集权崩塌的那一天。今天的香港人或许无法在街头高喊口号，或许无法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文章，或许无法在议会里质询政府，但他们记得2019年200万人一起走过的那条街道，他们记得联农墙上的每一张便利贴，他们记得愿荣光归香港响起时全场含泪齐唱的那个夜晚，他们记得每一个为了自由付出代价的人的名字。记忆就是最后的抵抗，记忆就是通往未来的种子。而对于全世界来说，香港的故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警示，它告诉我们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可以在几年之内被夺走。它告诉我们经济繁荣不能替代政治自由，一座城市可以同时拥有全球最贵的房地产和将近2000名政治犯。它告诉我们国际条约和法律承诺在强权面前不堪一击。尤其对于台湾来说，香港的教训更加刻骨铭心。北京一直在向台湾推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声称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不变。但香港的遭遇已经把这个美丽的谎言撕得粉碎。台湾人亲眼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如何从一个承诺变成一张废纸的，亲眼看到一个曾经自由繁荣的社会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被彻底摧毁的。2026年自由之家的报告里，台湾的自由度评分是93分，香港是41分。这52分的差距，就是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距离，就是民主与威权之间的距离。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数字，因为这就是中共所谓一国两制的真正含义。事实上，香港的故事也是全球民主倒退大趋势的一个缩影。从缅甸的军事政变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从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压迫到伊朗对女性抗议者的镇压，威权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20年倒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全球民主危机的一部分。但同时，香港人的抗争精神也在激励着世界各地追求自由的人们。2019年，那些举住雨伞面对催泪弹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跨越了语言和国界的障碍，成为了全人类追求尊严和自由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当独裁者承诺50年不变的时候，你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他们随时都会变。香港人没有被打败，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但他们带着同样的记忆、同样的信念、同样的决心。每一个离开的人，每一个留下来坚持的人，每一个在海外为香港发声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这座城市不屈的历史。总有一天，这些故事会被完整的讲述。总有一天，那些入狱的人会走出监狱，重见天日。总有一天，香港人会重新站在那条曾经承载200万人的街道上，自由的呼吸，自由的说话，自由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香港人。那天也许很远，但只要有人记得，他就不会永远不来。回头看着整个故事，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从1984年的50年不变承诺，到2003年50万人挡下23条，到2014年雨伞革命追求真普选，到2019年200万人反送中，到2020年国安法一夜变天，到2024年23条卷土重来，到2025年民主党解散，黎智英被定罪，到2026年被判20年入狱。每一步都是北京精心计算的棋局，每一步都在压缩香港人仅存的空间。而每一次香港人以为情况已经够糟的时候，更糟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中国国务院在2026年2月发表了一份名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的白皮书，形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
注意这个措辞，斗争从未停止。在北京的叙事里，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为永远是一场需要被镇压的斗争。在他们眼中，一个记者办报纸是斗争，一个市民参加初选投票是斗争，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讽刺画是斗争，甚至一个儿童绘本作者写了一个关于羊群被狼欺负的故事也是斗争。你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逻辑之下，呼吸空气也可能有一天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有人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香港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是全球金融中心，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毁掉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对中国有什么好处？答案其实很简单，对中共来说，权力的垄断永远比经济利益更重要。一个自由的香港是一面照妖镜，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在自由的环境下可以创造多么辉煌的成就。它让14亿中国人看到，在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活得更好。这才是中共最恐惧的东西。一个繁荣自由的香港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最大的威胁，所以它必须被毁掉。不是因为它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做对了太多。而更深层的恐惧来自于传染效应。如果700万香港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自由地批评政府，自由地组织政党和社会团体，那14亿中国人会不会也想要同样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共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彻底消灭这个坏榜样。国安法不仅仅是一部法律，它是一面高墙，把香港围起来，让外面的世界看不到里面在发生什么，也让里面的人无法向外面求助。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意义，请分享给更多人看，因为遗忘就是对压迫者最大的帮助，而记忆就是对被压迫者最大的支持。最后我想说一件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没有关系，但请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可以自由地上网浏览任何资讯，可以自由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看法，可以自由地批评你的政府和领导人而不用担心被抓，那么请你珍惜这一切，因为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700多万人曾经拥有同样的自由，而如今他们失去了。他们失去自由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步一步温水煮青蛙式地慢慢进行的。等到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了。自由像空气，你拥有它的时候感觉不到它的珍贵，但当它被夺走的那一刻，你才会发现，没有它你根本无法呼吸。香港人正在窒息，但他们依然在坚持，他们值得被全世界记住。